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有请我们今天的两组嘉宾，有请。欢迎大家。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马先生，55岁，来自河南；司机刘女士，55岁，来自河南，房产销售。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我真的太不想跟我老公过了。我老公其实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妈宝男，什么事情都听他妈妈的，他妈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这让我太生气了。我妈妈都那么大岁数了，也不知道让一下，天天跟我妈置气，这样的媳妇是怎么当的？不听他妈妈的话，难道就是我的不对吗？这样的老公要他干嘛？干脆让他跟他妈妈过一辈子算了。哎呀，这火气十足的哈！二位都50多岁了，还有很严重的婆媳矛盾。是的，老师啊，这怎么回事？应该不是现在才发生的吧？不是，我跟我老公是1991年认识的，那时候就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嘛。一开始吧，我也不同意，我父母他同意，说可以，我就稀里糊涂跟老公结婚了。为啥你不同意，父母同意啊？因为那时候吧，我看这个他不好说话嘛，我感觉这个人不好相处，所以你不同意。那父母看上他什么了呢？父母感觉他老实嘛，可靠，所以同意啊。结婚以后老实可靠吗？现在就是一个妈宝男嘛。大姐，人家都小年轻说我找了一妈宝男，我要跟他分手。您都是妈了，孩子多大呀？我孩子一个女儿，32岁，一成家。30多岁了还说我老公就我那30多岁的孩子他爹是个妈宝男。那他绝对是个妈宝男。哎呀，赶紧讲讲吧，怎么个妈宝法了？我女儿吧，她在大学期间谈了一个男朋友，是她高中的同学。这个事情我婆婆知道了嘛，她就跟我老公说，叫我老公阻止我女儿的婚事，不让这个男孩跟我女孩，这不是谈恋爱吗？这个事情是为啥不让呀？他因为男方家庭一般嘛。那奶奶不也是为孙女好，就说希望找个条件好一点的，这样少吃点苦吗？你要换个角度想，是不是？我妈妈说的对呀，说的。哎呦，你可不能再说你妈不对了，人家说你是妈宝男。这女儿是不是应该恋爱自由啊，先生？是恋爱自由啊，但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是想找一个是不是条件好的啊，对以后的前途啊各方面都有帮助都有。那这个想法是你妈妈啊，就是咱老母亲灌输给您的，还是您也这么认知的？我妈妈也这样想，我们两个是一致的。出面去干扰女儿婚恋的是您还是奶奶？他先跟我说了，我不是跟他说了吗？说不通，我妈妈也找他也说这个事儿。现在可以说是我女婿了，他们已经结婚了嘛。哦，这好事。他来到我们家就说，我女儿跟他的婚事，他带着他的父母也来了嘛。那时候我老公他就全程板着一个脸呐。我肯定不愿意啊，这种婚姻我当然板脸了，我不可能高兴啊，不可能。那女儿现在嫁了以后，婚后生活过得怎么样？我女儿现在有房有车，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多好了，多幸福呢！过得反正是基本满意吧。那是不是您爱人当年支持女儿结婚这件事情，爱人做的是对的？他咋说了，反正是他到现在还不承认这个事情。不，这个他很难说。品红老师，他妈妈还没发话。对，哦，没有办法这个现场说。那奶奶觉得现在孙女的婚姻算是满意的吗？我妈妈反正是感觉吧，反正是也凑合吧，反正是。你丈夫真厉害，因为他妈妈现在说只是凑合，所以他的表态也是还可以。对，就这情况。这是一件事让您很生气是吧？那我儿子的事情他也要管呢。我儿子现在都22岁了吧，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吧？是吧？我儿子他非常优秀嘛，他找了一个女孩，个子在1.65米，长得又好看，非常大方。我很喜欢这个女孩，我儿子跟她谈得很合得来。这次为啥不让？这不是又漂亮个儿又高？我妈妈她提前都为我儿子都着想了。他说有一个说长得不错，身材、家庭条件都好。他非听他妈妈的。这事儿婆婆也找孙子聊了，跟他孙子聊了嘛？他跟他孙子聊，他孙子就认中这一个姑娘了，什么都不谈。其实我妈妈她对这件事实际说的，我感觉还是有道理的，还是有。反正你妈妈说的都有道理，你妈妈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你母亲有没有说错过或做错过什么事？就3件。这一点一问的情况下，我真想不起来哪个做错了。你看是个结果吧，老师。律师，你还让他想3件，1件都没有。哎呀，就是绝对权威、绝对正确、绝对服从。
咱听到这儿还不能做一个完整的判断哈。这个老人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偏颇的见解，他觉得我的孙子们条件这么好，就应该找个更好的。我觉得从这个出发点。他没错哈，对。但基于恋爱自由、年轻人婚恋自由的角度上呢，老人可能固执了一些。反正啊，咱看结果嘛，儿子恋爱也没有给搅黄了，这好事儿啊。你就拿盖房子那件事吧，儿子现在结婚，我就寻思着跟儿子盖个3层的小洋房吧，这个事情不为过吧？这个事情我婆婆她还管吗？她说你不能先盖。我们2个跟我婆婆就理论起来了。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先盖这个房子？你孙子都20多岁了，马上要结婚用房子，为什么不能先盖呀？然后说得让你二哥家先盖。我老公就把我婆婆送到屋里了。后来他又跟我说，让盖了，前提是有条件的，必须有，这是我们家的地方，让出来2米给我二哥家。这事情你看，竟然这么严重的事情，我老公他就同意了。我怎么办呢？这件事是咋回事？这件事盖房这个事儿吧，我的地原来啊可能是稍微宽一点，院子大一点。就是我二哥曾经跟我妈妈说了，盖房的时候想我让给他2米，这样的院子都合适了。如果你妈妈今天告诉你，哎，这2米不让，你认为你妈妈说的对不对？我妈妈，她说的也对。主要是妈妈说的总是对，反正都是对。就是这2米，其实是婆婆觉得。你们分家的时候，你们那块地大一点呗，是吧？对对对。那你就让这一点，现在谈拢了没？现在这个2米，我不愿意给他吗？那就房子不能盖。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正在。分家的时候，当时有矛盾吗？说起来这件事让我更气了，老师，我你怎么你分家的时候我就怀孕了嘛？那时候我什么也不能干了嘛，是不是？挣钱也挣不来了。我婆婆那个时候非让分家这个事情，在一起。过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这个时间我不能干活的时候把我分出来呢？这不是明明针对我吗？你是觉得你将来怀孕生孩子坐月子什么的，婆婆就不管了？那她不管了吗？呢，她就把我分出来了吗？就钱上也不管了，是这意思吗？那个时候我们刚结婚也没钱嘛，是不是？那你们怎么过日子呀？我找亲戚朋友借点维持生活，他打了一个零工啊，还借钱？很苦了，那个时候很苦了过的日子。那你没跟婆婆秧歌借点钱呀？说婆婆，那我婆婆她根本不给我嘛。那时候家庭条件不好，也没有多少钱，那自己靠自己奋斗，能自己想办法自己过的朋友。反正当时你也没向着媳妇儿呗，也没跟你妈说能不能帮把手，是吧？所以你媳妇儿不满意的就是这点。他听他妈妈的，他不敢说。哎呀，像这件事也不用我妈妈说，他们自己都知道这个事怎么办呢？这么？那你这孩子也生了，1儿1女的，这应该冲着孙子孙女儿也应该关系缓和了一些吧。那我生孩子的时候是更气了吧？那时候都怀孕9个月了嘛，是不是？年末大冬天的，我婆婆非让我去赶集，我都挺着个大肚子就去赶集了。到下午我才回到家了。那个时候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想吃一口饭嘛，我一看锅里什么也没有，我说老公。你去给我烧点热水，哪怕我吃个泡面也行啊。结果他还是让他妈妈给他支走了，还是不管我呀。那天同事打电话了，说嫌有事儿，我走了，我停停，我就过来了。你这件事又等不上，孩子重要啊！我都9个月了，我又赶了一晌的集，我渴不渴，我累不累呀？你都不管我，你妈妈让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其他时候你老公对你算是好吗？你提示我又想起来了，老师。啥事儿？我生孩子了。我就打电话让我老公回来，我婆婆不让我老公回来，第2天我老公才回来了。啥意思呀？为啥不让回来呀？现在我忙啊，主要是在外头找，不是当时不是想找活挣钱吗？你再忙，生孩子也得在呀。也叫我妈的看着都行了吧？是你妈妈不让你回来呀，还是说你自己不想回来？不是我妈不让我回来。如果你妈妈让你回来，你会回来吗？这有可能回来，有可能回来。我的妈呀！你看看这事情，名副其实的妈宝男。这个那女儿也出生了，后来儿子也出生了哈。是呀，努力在过这个日子嘛。那个时候怎么办呢？然后我老公他就找亲戚朋友借了一点钱，买了一个货车跑车嘛。好事儿。他先一开始吧，他还1月给我个12800的，我跟孩子在家还过日子很好的嘛，是不是？随着时间的越来越长，他大概有3、4年吧，他每月只给我2000块钱，这不也正常吗？生意有好有坏。那你现在生意有好坏这个事情，那时候我就没多想。在家跟我女儿、儿子省吃俭用，不够的情况下找亲戚朋友借，还得顾家，还得管地，农村嘛有地嘛。这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了嘛，是不是？有一次我的货车，它忽然间抛锚了，在路上没法开了。我都想挣个3000、2000还能维持，现在不给我1分钱，我怎么过呀？
这我在寻思的期间，他开了辆新车回来了。你知道当时啥情况啊？刚开始那个时候，这不是1个月都给他12800的吗？他平常嘞，他感觉手里有钱了，随便买东西了，这我妈妈这知道这个事儿了，这意思回去商量，看看就这样挣钱都给他，让他保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把钱时候啊，就随便花随便。就那我跟我妈商量了，都是个钱这样吧，咱俩放着吧，别给他了。你有几个兄弟啊？兄弟仨，3个兄弟。如果你把钱全部交给妈妈管，他担不担心？对呀。你的妈妈去接济其他几个儿子呢？这件事我没考虑那么多，我以为是从小我妈妈就是比较那我请问你的2个哥哥的钱有没有交给你妈妈管？可能没有吧，可能。婆婆今年高寿？80了。80了还管这事情？要不身体好的是。现在我都55了，管到我什么时候？就是因为一直在战斗状态，所以就精气神一直吊着，这身体好。行，那咱这事。对，我老师一说这个太对了，他脑子管用。哎呦嗨，我这说反话呢，你这么大年纪休息吧，哎呀。来，接下来还有什么和婆婆的其他的？你就今天都说了吧。随着这孩子这不是长大了吗？我不想手心向上，一直跟我老公要钱，又生气。我就主动走出来，我干了一个房产销售，而且这个工作我也非常喜欢嘛。他到月就给你发工资了，不用跟老公要钱了。这样我不就自由了吗？没错。这个事情你看不着，我婆婆又听谁的闲言碎语了，跟我老公又告状了，说不让你媳妇卖房，这太丢人了。卖房怎么丢人呢？我没想明白。他说我的工作太丢人。我跟你说啥情况？我们这个地方对这个卖房，因为啥？他陪客户嘛。但是你对自己的妻子没一点基本信任吗？他是这样的人吗？他也不是那样的人。那么好了，这为什么这一点也他妈妈高的？但是我妈妈是你妈的意见。对，他说了，都知道。说这个工作可以不干，换其他工作，但是这个工作不能干。那我不同意。他怎么都不听。原来吧还和和气气的，自从可能是什么事情呢？是我听他的。可能有工作有什么啥原因，对我就是比较冲。哎，大姐，打听一下，你现在1个月赚多少钱啊？这2年房子基本上是饱和的状态嘛，现在我每月可以拿到5000。哦，那以前多的时候呢？多的时候我拿到1万多嘛。哟，那是硬气呀！他挣那么多钱，也没见他钱挣到哪去了。那当然我自己放了，以前我都是手心向上。你的钱都交给你老母亲了，人家还不能自己拿着呀？我的钱给你，你不还给你妈妈吗？今天你得说实话了，明天我问你要钱，明天你的钱弄哪去了要？我的钱我自己放了，我得给我儿子呢，我都。哎呀，你反正从了卖房以后啊，这个口气是大不一样了。那你俩发生过冲突吗？发生过多，其中一次有啥情况？我不是开车不是回来了吗？都晚了，当时开一天车都累呀，累了一进门他还指责我，他嫌我脏嫌我，让我换拖鞋。我说换拖鞋是多大的事啊！你让我吃口饭喝口水行不行？不行，今天你不换，你不能吃饭，我自己盛饭喝。盛饭回来他就把饭弄到身上了。你看这回来还不行吗？饭我都给你注重了还不行吗？不就是因为一个换拖鞋，必要不必要？哎呀，你都做到这种程度，我太生气了，气了我都没法办，气了我都。从女士有了工作之后，以前的积怨全部涌上胸头，然后呢挂在口上，人家现在也不手心向上跟您要钱了，也没什么顾忌的了，咋办吧？那你们有什么诉求啊？那我的诉求是说到不让他再成妈宝男，稍微改一改，我的要求也不算高吧？就把钱交给你是吧？对，把钱他交给我吗？我们2口子过的，你一直让你妈妈保管，这什么情况啊？其实妻子的贡献是很大的，吃苦耐劳。那丈夫呢？我觉得说实话有一些没有处理好关系啊。咱也听听小辈儿的看法哈。看叔叔阿姨就感觉好像我跟我男朋友未来好像也这样，因为我男朋友他也有点妈宝男，他也是什么话都听他妈的，有很多事情都不向着我。所以你想想，33年之后，怕也过成这样啊，就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了。我不是和这位叔叔一样，我没有什么事情都听我妈妈的，你不要乱给我扣帽子。你还是有自己主见的。对，我还是有自己的主见的，我不是所有事情都听我妈妈的。老马先生，你看人家小辈儿都说你不能叫我妈宝男，我是有自己主张的，我是独立人格的啊。这厉害。您是妈宝男，被叫的是甘之如饴的，特别认同，这你也得思考一下，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啊。我觉得这样子啊，因为已经几十年了，就是您先生改是改不了的。就是你说让他不变得那么妈宝这个事儿，我觉得他做不到。他就算今天跟你说他做到，回去他妈跟他哭一哭好一好，他又回去了。所以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想的是怎么样能够优雅快乐的过你自己的老年生活。
你现在就是想你已经拥有的，然后你不要去想那么多，就是你这些年没有得到的，因为您的婆婆她就是一个这样的传统的观念，你要去改变一个老人家是不可能的，而且你还会背上一个不孝的骂名，就咱没有必要。只要你的儿子跟你的女儿坚定的跟你站在一边，他总有一天会改变。但这一天一定是可能等到你们家老人家可能100年之后，到那个时候他才会改变。因为一个人的这份孝心，我们且不说这个叔叔是不是愚孝，但他这一份真心，我觉得是不会被任何事情所改变的。辩证的来看，我觉得这个大叔还是一个非常讲感情的人，所以他不会去做什么破坏你们家庭团结、和谐统一的事情。大叔就是，我觉得你老婆其实不是说非得让你跟你娘对着干，她其实就想要你一句话，咱就是如果真的做不到，咱能不能哄一哄，咱能不能态度好一点？您这个老婆很优秀，很不错的，对儿子女儿的这种教育观、恋爱观、价值观，这都挺好的。你有个这样的老婆，我觉得您应该觉得很感恩了。还有就是您的母亲不止你一个孩子。所以，其他的兄弟姊妹应该尽到跟您一样的赡养老人的义务，不是你一个人来承担这些东西。因为未来你和你的老伴养老也需要钱，你的儿子女儿也许在人生道路中还会碰到很多困难，你为什么要让你的孩子未来的抗风险能力那么的差呢？所以，您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就会让真正爱你的人而远离你。听到现在呢，我觉得大概你们2位的问题应该是第一个就是情绪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实际的问题。然后我想先来说一说情绪的问题，主要是这个情绪，其实我很担心刘女士，您今年年纪其实也不小了，一直窝火，一直生气吧，我特别怕您的身体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我就在想，就我听到现在，我觉得好像最让您生气的一件事就是说当时坐月子不给您做饭，对吧？对对对。那我教你一招，你看能不能这样让你心里能好受一点？就你心里现在也想，就是也撒气，就说好，那个时候你不给我做饭，等你以后需要我给你做饭的时候，我也不给你做。但是到时候你真不真的给他做，我办不到。你到时候再看。但如果这样想能让你心里，我主要想让你解解气，我真的就是怕您的身体会出现一些问题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婆媳关系，您这个是真的不太好解决，因为确实母亲那把年事已经很高了，你让她改变呢，其实是很难的，然后您丈夫现在说能改变，但是能变多少，其实你心里也，没谱，其实我们也都是没谱的，所以说如果3家我们轮流赡养老人，看可不可以，然后就包括之前说的那个2米让，如果可以同意3家轮流赡养的话，我觉得这2米就让了吧，我们。让个安心，好不好？好，我听老师的。这大姐是，你哪儿打着灯笼找的这种媳妇儿啊？人家小李老师做了个假设，说婆婆当年不给你做饭，你也不给她做。你媳妇儿，你知道第一句，你看着她说什么吗？人说我做不到这个，一码归一码。她对我好不好，那是我婆婆，我得孝顺。你是这意思是吧？是。你哪儿找的这媳妇儿呀？我的天呀！啊，这30多年过得憋屈的。然后小李老师又提了个特别善良建议，说那要是能大家轮流照顾一下这个老母亲，咱那2米让出去行不行？他说行。对啊。那是行的事儿吗？当年分家分完了，是咱的就是咱的。但凡是一个强势一点，真的强势啊，不像他这叫的响，他还不舍得把婆婆让出去，让别人家里去来回走，怕别人说呢，说我不孝顺婆婆赶走了，是吧？是的。他怕邻居街坊，怕村里的大妈大爷后边戳他脊梁骨，所以我真的觉得啊，咱就从具体事上做一个调整。那2米就是你家的，当初分家，什么叫分家？分完家各自财产就分开了。那就是我们家的。再者，你拿这2米地是拿的心安理得，这几10年谁在孝顺老母亲啊？是你和你媳妇儿啊！而且人家辛辛苦苦2000多块钱，你每个月给，拉扯大2个孩子大学毕业，儿女一定认他超过认你。你别以为你跑大车赚个18000的，你的儿女就应该老了孝顺你。再说你的18000大部分也没有花在你的儿女身上，所以你要不调整，我跟你说。以后就没好日子过了。你是跟老伴儿过日子，还是跟老妈过日子？老妈再高寿，还能陪你20年不？就你媳妇儿这体型、这体格、这能量，
怎么也得给你40年吧？啊，所以衡量清楚日子该怎么安排。到这个年纪了，孩子都长大了，该孝顺老人拿出多少精力，该疼爱媳妇儿拿出多少能力，是不是？妻子，我劝你2句啊，这个女士，消消气。你叫的想得不到你想要的，啊，你控制情绪，控制脾气，温柔的解决问题。你越赚的钱多，你应该声音越小，因为真正有力量的人不是靠声音大，是靠能力强，对吧？咱赚多少钱也是好好跟他说，他更害怕。咱们珍惜彼此啊，携手向前。哎呀，我看节目录到现在啊，这个马先生有点不服气。对吧？不服气的原因，我想可能你认为我不是妈宝男，我是孝顺。我今天跟你说一下他们2点的区别是啥啊？区别很多，但是我想概括来讲呢，可能2点。第一，就是你在对你母亲好的时候，就这份利益有没有侵害到你老婆这一方？我举个例子，我把我挣的钱交给了你母亲保存，错了，这不是你的钱。是你们的钱。第2点是什么呢？你有没有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其实我呢，我挺能理解这个马先生的。我觉得什么？我为什么理解你？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包括这个你老婆，你有没有发现，在整个格局中，其实最难受的是你老公。为什么呢？其实理想的婆媳关系像什么？像高速公路上2条路，2道车，我就各走各的，我并行不悖，这是最好的状态。但是现在这个，如果这2个车如果相撞了，那就出事故了。现在这个你看婆媳关系没处理好，这个马先生气质他气也不顺，他每天很难受。所以我能理解你，但并不代表我认可你啊，这2码事啊。啊，你难受你也想办法改变这种局面，把我老婆照顾好，把我老婆疼好，我把我妈哄好，这才是真正的男人。我觉得你回去跟你婆婆啊，虽然80多岁了，该普法还得普法。你说律师说了，第一，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啊，包括我们之前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干涉婚姻自由的，你干涉婚姻自由是违法的。第2个，有的时候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还涉及到刑事犯罪，比如说又打又闹啊，或者其他的，这涉及到刑事犯罪，涉嫌什么呢？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婆婆介入过多的话，不但从情理上讲不下去，甚至违法，甚至犯罪。马先生，你应该回去把这样的话给你母亲讲一讲。马先生啊，你好，你好，愿意离婚吗？你晚年的时候和老妈妈一起相依为命，愿意吗？没想过离婚的事儿。当然啊，一个能够和自己的婆婆在一个屋檐下生活33年的媳妇，一定错不了。您去看，家里有一个无所不能的妈妈，也就有了无所不在的干涉和妈宝。妈妈即便是错的，你也会盲从。我们说，对自己的父母，我们要多包容，但不能一味的纵容。妈宝男总是披着孝顺的外衣，但是你一点都不孝，其实你妈妈才是可怜。都说妈宝男没主见，你会没主见？你把所有的工资交给你妈妈，让你妈妈去做这个恶人，你为什么要把钱交给妈妈？你就摆脱了妻子对家庭经济权的掌控和把控嘛。有很多方面，他们现在是母子联手。妈妈打的是什么？妈妈打的是外援。我反正年纪大了，大不了撒泼呗，我大不了被你媳妇骂呗，你骂我就是不孝呗，一切的一切你都看在眼里，你就当一个旁观者，因为最后得益的全部是你，你应该把2个人的好
我感觉哎，这个媳妇怎么变了一个人呢？然后她旁边，妈妈的耳边风多吹吹，但是一切是一个基础，妈妈管的钱，必须在录了节目以后去拿回来，这是对妻子的尊重，这是对妻子和婆婆在一个屋檐下生活33年的感谢。真的，你不要再撕裂他们的婆媳矛盾了。老人80岁了，你于心何忍？你的任务是哄好媳妇儿，媳妇儿才能对你妈好。等你妈真有一天，对吧？你真的老的需要人床前伺候了，那不还是她吗？你不哄她，你哄谁？你算算账去啊！所以您真的要改变一下，您真的要孝顺。行了，你俩下来休息吧，咱听听小朋友们他们的事儿吧啊！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杨，22岁，来自安徽，自由职业；小王，21岁，来自安徽，自由职业。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感情中遇到什么问题？他现在变化太大了，对我各种隐瞒。他总是疑神疑鬼的，一点都不信任我。他现在就是在给自己找退路，别的都是借口。他总是想控制我的生活，我觉得我一点空间都没有了。希望对方怎么改变？和前女友划清界限，像以前一样好好爱我。别给我那么大的压力，我真的是太累了。这没听懂啊！和前女友划清界限就是给你压力大了啊，这就是压力大，你很累。所以小王和前女友划清界限对你来说压力很大，啊？我们之间就除了这个事情，还有就是最开始的事情，我们是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的，然后我家里有点重男轻女，我成绩又不好，他们就觉得我就上完高中就别上了，上大学也没有什么用，是大专，然后觉得我成绩不行，他就帮我补习，然后帮我劝说家里人，然后他算是改变了我人生的折点吧，算是我黑暗中的一束光。因为他，然后我上了大学，我们上了大学之后在一起了。今年开始要订婚要结婚了，因为订婚彩礼的事情，然后我们之间就发生了矛盾。他现在就整个人好像就因为彩礼的事情，整个人就变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你家突然加10万块彩礼是什么意思啊？而且我那10万块礼说加了，我也没说不给了吧？但是你妈妈为了那10万块钱彩礼，说让你去和别的男人去相亲吃饭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家原本就是说要30万的彩礼，但是我觉得我们刚工作没有这么多钱，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以后等我结婚之后，我工资高一点，然后我可以再补给家里头。我就跟我妈说20万就行，我就一直磨着我妈妈，但是我就不想给我男朋友压力，我就跟他说我们家是20万的彩礼，我就想跟我妈妈那边好好说。结果就订婚的时候，我妈就说她拿不出来30万，就让我跟她分手，然后我就很难受，我就想说跟我妈妈再劝劝。当时我妈妈就一直催着我跟她分手，让我去跟其他人相亲，我就想说走个过场，别让她逼我，因为我工作压力也很大。然后当时我一到那，我就跟那个男的说，我说我是有男朋友的，我是因为家里头他们催得紧，我就想哎走个过场而已，我连微信都没有加。我妈到最后问我怎么了，我也就说人家看不上我，我就过去这个事情了。那你背着我去和别的男人相亲是什么意思？要不是我朋友当时看到了，他给我发了视频，你是不是准备一直瞒着我呀？那我告诉你看，你现在不就生气了吗？我就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不，女孩你这叫敷衍两方，既敷衍你妈也敷衍男朋友。你要是妈宝女，听你妈的，你就别嫁他。你要是爱你男朋友，决定你俩在一起，你就跟你妈直接说，我就认准他。你干嘛做这事儿？有什么意义吗？两头都不高兴。他就是一个控制欲特别强的人，然后他还就像威胁我一样，说你要不跟他分手，他就去找我男朋友，他就说去他公司找他。我妈是一个很偏激的人，我不想让我们两家闹得那么难看。那现在怎么办呢？这个彩礼的事儿，一直还在耗着。不是彩礼，你妈是准备自己留下吗？好多家长不是彩礼就贴给自己女儿了吗？我妈妈她就是比较控制欲比较强的她要控制这笔钱，她觉得就是可以帮我照顾好这笔钱，然后她就背着我去投资，然后呢就亏了。她朋友打电话跟我说联系不上她，说她钱还不上，我才知道。然后呢，我就拿我们之家20万那个彩礼钱，把这个5万块钱给补上了。但是那当时我为什么借钱，你自己不知道吗？还不如问那10万块钱彩礼吗？男方是想借5万块钱去投资，赚10万块钱来补彩礼，是这么想的吗？对，是这样想的。你这么想的，不得跟女朋友商量吗？这不就是没商量带来的恶果吗？
对啊，事情都发生之后，我再问他，他还不告诉我，还说他自己的事情。你为啥不告诉他呀？我和他说，他肯定不同意啊。我觉得我这件事也没有做错吧。他还总是说我妈妈过分，说我妈妈要求这么多。但是他妈妈也是，我们还没结婚呢。以前他妈妈就没有10万彩礼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妈妈也就简单说一下，你们以后结婚生小孩，我可以给你们带，也没说强制性让我生小孩。然后他妈妈现在就每天就催我备孕，就说我们结婚就立马要小孩。然后还每天就是管着我，让我这个也不要吃，那也不要吃。我每次去他家吃饭，我连饭都吃不饱。那我家给你那么高的彩礼，我妈提一点要求怎么了？这是一点要求吗？就有一次我生病了，然后呢，就是那个肺炎就炎症有点严重，然后我就当时吃那个药，他妈妈就看我吃药就跟我说，你别吃这个药，这个药不行，这个药吃了小孩以后长不高，就不让我吃，说我扛着就行，说我身体有抗体。那我妈本来也是为了你好啊，那是药不都是3分毒吗？你多喝点热水不就行了吗？那我都发烧发好几天了，那我还是小伙子，你基本的医学常识总得有吧？肺炎喝点开水扛扛就好了。另外，小伙子，你们2个人还没走进婚姻的殿堂，备什么孕啊？而且就是现在每个月我一休息了，他妈妈就打电话找我陪他去医院，然后带我体检。不就是普通的体检吗？想那么多干什么？哦，我总算明白了，刚才为什么女生说男生也有点妈宝，对吧？这算妈宝男吗？当然啊，算。然后他妈妈就现在就管着我们，之前他都没有这样，就因为加了这10万彩礼，就好像他们就可以控制我，就觉得让我干这干那，我都必须得服从一样。男生说一下为啥呢？带他多体检也是为了他身体健康，以后我们也一起也好啊。那你妈怎么不带你俩一起去，只带他去？那我不知道啊。那你不问问你妈妈吗？我没用啊，他寻思就不是体检，不是正常体检吗？他现在就是对我什么都不管，他对我态度也特别冷淡，就是生活中也是，以前他什么都顺着我嘛，就是我们每次吵架，然后他都会过来哄我，我有时候确实就比较爱生气，但是我被他一哄我就好了嘛，我们就是之间都这样。结果现在就是我跟他吵架了，他就不理我。有一次就晚上他做饭，我就说了一口你这个饭太咸了，他就直接掀桌子就翻脸说你不吃就别吃了。然后我就赌气走到那个楼梯间，他就等着他过来哄我，他一晚上都没来，然后去打了一晚上游戏。我工作压力那么大，就为了填补那10块钱彩礼。哎，我每天在公司里面被领导骂，还压力那么大，你到家里还要说我，我就说了句太咸了，我又没说什么。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家洗衣机坏了，我跟他说，你今天早上先别洗衣服，那个洗衣机坏了都漏水，他就说好，他根本就没听进去。晚上我回去，一个屋里全部都是水，厕所全部都水漫金山了。那我早上不是和领导打电话吧？你说的也不是很清楚啊。而且那么小的事情，你自己拿拖把、抹布擦一擦不就行了吗？他以前什么事情都帮着我，什么事情都顺着我。那男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他已经不想跟我在一起了，他变心了。我哪有变心啊？我不一直都是这样吗？有什么具体的事实和表现吗？他跟他前女友一直都有联系，一直藕断丝连。你俩不是从中学就青梅竹马，怎么还有个前女友呢？就是我们大学的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学校，然后封校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也是他对我开始冷暴力，然后我跟他闹分手，他就同意了。我们俩分手之后1个月，我又找他去和好，我们就在一起了。后头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跟我分开的那1个月，他找了一个女孩，迅速就谈上了。当时他可能就已经脚踏2条船。不是我什么时候脚踏2只船了？你给我提分手，我不伤心，我不难过吗？他过来找我的时候，我就不一赌气和他在一起了吗？我当时为什么和他只在一起了1个礼拜而已？我当时跟他提分手是因为之前我们每天都打视频电话，然后呢之前每天都聊天分享日常，然后那段时间他就突然就不跟我说话了，我跟他说什么他回得特别敷衍，给他打视频也经常不接，说自己在外面忙，说社团有事。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根本就变心了，然后我就想跟他赌气，我说那我们分手，然后他就同意了，他就跟我分手了。我就是觉得他们之间当时我们俩就是冷暴力那段时间，他就已经跟他在一起了。但是男生说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逻辑还是成立的。那天情人节也是，我给他订了束花，然后呢送到他寝室楼下。你给他订花？因为我经常跟他吵架嘛，然后我觉得我想哄哄他，我给他订束花，结果外卖员说没人签收，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然后他说他在忙，视频电话他直接就拒绝了，就不给我接。然后我就怀疑他当时就已经跟他那个前女友在一起过了，我觉得他当时就已经脚踏2条船了。你们别想那么多，别胡思乱想的好不好？我当时是好不容易托朋友才请到那个学长吃饭的，我请他吃饭，舔着脸去请他吃饭，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我毕业之后他给我找个工作吗？你大情人节的请人家吃饭呀，人家不过节呀。他也没对象啊。哎，行吧，男生我问你啊，
人家女孩回来又找你，你提出了和你那个前女友分手是吗？我就和他在一起了1个礼拜就和他分手了，就他在找我之前我已经和他分手了，根本都没有太多的关系。那你信不，姑娘？我不信，因为他现在跟他前女友又联系上了，他这个前女友就变成他同事了。他一直没跟我说，就之前跟我就说什么压力大，就什么他想静一会，他回家就想抽根烟休息一下。然后我看他跟手上聊天，我以为他跟客户聊天呢。后头我去他公司，然后我才知道那同事他前女友，他们俩天天在手机上聊天，聊得比我都多。他现在就每天跟我就没什么话说，跟他说啥都是哦，然后就非常的冷淡。跟人家在手机上聊天，凌晨2点钟跟人家出去吃饭，12点多时候他就约他出去吃夜宵，然后他就出去了。那个女生约他，他就出去了。他们俩说话暧昧吗？有一些。当时是他要给我介绍客户啊，我出去吃个饭怎么了？凌晨2点钟介绍客户，闻所未闻。那当时确实是介绍客户啊。然后当时我不看到他那个信息了吗？第2天我看到了，我就生气，我就把他介绍那个客户给删了。他那个客户就联系不上他，就找他公司投诉。回到公司，那领导给我一顿骂，我当时都一脸懵，他还扣了我的奖金，还扣了我的工资。你应该删他前女友的微信，不是删客户的微信。我把那2个都删了。那前女友加回来了吗？加回来了。本来就是同事啊，我总不能真把他给删了吧？就因为这个事情，他不让我碰他手机了，就说我干扰他的工作。我还敢让你碰我手机吗？指不定哪天又把我客户给我删了。咱们来确认一个事实啊，虽然这确实是处了1个星期的前女友，但她也确实是现在的女同事。你觉得是有暧昧在里边的？是的。聊天内容你有带吗？我有带了，看看是究竟工作还是有暧昧啊？你看他说是什么？说什么是工作？工作时候健身卡，工作时候一起拼饭。这很显然，这就很明显。您的前女友想方设法想和你靠近，这很明显吧？我俩一起拼单，一个公司的。他为什么不能跟其他女同事一起拼单？对呀。那我怎么知道他怎么想？我问一下男方啊，你那个所谓的前女友知不知道你有女朋友？知道是吧？他是越知道越这样还发这样的信息。还有看电影的事儿啊。你看，跟我都不看电影，说他工作太忙了太累了，跟人家说一块看电影，然后还说给他带早饭吃。哎，女生，我问一下啊，你有发现他们实际的接触吗？就比如说那个半夜陪客户，我们可能有一点理不清，到底是陪客户还是私下里玩？那倒没有，但是有一件事情也特别让我生气，就是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问他晚上下班怎么不回来，然后他没有接我电话，然后过了大概2、3个小时，他才跟我说，他说他陪同事在看急诊，没有看手机，然后我就说，那你哪个同事啊？什么病要不要我去帮忙？他没回我这同事是谁，他就说急性肠胃炎，说他陪他先去输液，到后面到了快凌晨1点钟，然后打电话跟我说他今晚不回去了，陪同事守夜。我说你哪个同事？我认识吗？他说是他那个前女友。当时和我一起出去带客户，那他突然生病了，我不送他去医院，把他自己扔在那里吗？哎，男孩，你就踏踏实实陪你这个前女友吧，你别回来了。不是，就是他多想了，他本来就是生病了，我送他去医院而已。那是我多想吗？我生病了，他说什么？他说你自己买药，我现在忙没时间。哎，女生都这样了，就干脆走了算了呗，让他就好好陪着前女友吧。但是他也是很爱我，这么多年他对我也很好。然后就我感觉就是因为我们家30万彩礼的事情，好像就他现在就冷暴力我，对我态度变，就想让我逼着跟他分手，他就跟他那个前女友在一起。不是，那你这是什么话？我什么时候逼你了呀？那你这每天这么对我，你难道不是在逼我跟你分手吗？我怎么让对你了？我每天对你不都是一样的吗？还有好多事情我都没说呢。他说他想吃那烤猪蹄，就离我们住的地方有点远。然后那天我休息，完了我就赶快去坐地铁坐了1个多小时，我去帮他买那个烤猪蹄，我给他送他公司楼下，我想给他个惊喜嘛。结果他同事说他不在工位，在外面带客户呢。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那个我给你买了烤猪蹄，他就特别轻飘飘的说了一句，哦，那你给他放到传达室吧，就好像我是个外卖员一样。难道就为了一个烤猪蹄过来见你一面，把客户抛下吗？他就是总是拿工作、拿客户当幌子、当借口。然后当时我也体谅他带客户辛苦，我就说，那你晚上想吃什么？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我就那天看了好多教程，我给他做饭吃，回来了说什么米太硬了没煮好，然后又说什么菜太油了，说不行，然后就说要去煮泡面吃。我忙活了一下午，他去煮泡面。那就只能你说我不能说你了吗？难道你做的本来就是很难吃啊？那再难吃你为什么不能吃呢？那我在公司中午吃不好，早上也吃不好，晚上回到家那难吃，我说泡个泡面怎么了？哎，姑娘，我是不是叫你一块去吃了呀？你还在这跟他较劲干嘛？他就不在乎你呗。
你都看得很清楚了呀，你还在这儿一直扯着嗓子喊啥呢？那我不是工作压力大，然后忙为了那彩礼钱吗？你看他又提这事，又说他压力，他就拿这些当幌子。我觉得他就是跟他前女友要旧情复燃了。如果你们2个人即便走进了婚姻，彩礼这件事他会记一辈子、说一辈子的。我明确告诉你，男生你还想跟女孩步入婚姻吗？想啊。这30万的彩礼你还准备去筹划吗？对啊，我现在已经在准备，还在准备着呢。但其实你嘴上说的和我们听女孩描述的你们的现状是不太吻合的，听起来你对她确实不太上心了哈。咱听听这个叔叔阿姨对你们小情侣的感情有何见解？我想问一下这个女孩子吧，你最低的要求是啥呀？最低的？我就希望他跟他前女友可以划清界限，不要再有联系。这个男生来，他提出的条件你怎么样能办到呢？我肯定可以做到的，他就是想嘴上太多了。说做到，他每次就这么哄我说什么，我下次不会再这样了，下次他还犯。你能把他微信能删掉吗？能？可以删掉。你可以考验的。我感觉这个男孩他明显的他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爱你了，因为呢10万块钱一直在处处给你找事，你可以适当的放弃这段。其实阿姨看得很准。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你不应该把他看成是你人生中的救世主，他并没有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只要你心里是想往这个方向走，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哪怕当时你的父母没有让你考学，你最后自己也会自考的。所以不要给你的人生跟他的这个际遇加那么多滤镜，然后给自己加那么多想象的这种情节，不是一方救赎谁，清醒一点。你的世界里面应该先有你自己，你先要爱你自己，你才会被别人爱。他想吃烤猪蹄，你跑大老远去给他买，还买送到公司楼下。如果你是我的妹妹，我就现在告诉你，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让读书，给自己赋能，然后多锻炼自己，让自己去赚钱。你就再也不用被你的原生家庭所控制，像卖女儿一样的讨价还价。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女孩，就是她其实是很想跟你结婚的，就是她面对她的母亲，她没有办法。就你们俩之间，这个女孩更想跟你结婚，因为她太想脱离她的原生家庭了。她宁愿可以接受你妈妈对她的指指点点，宁愿接受你母亲对她的质疑，她也想跟你走在一起，是因为她的人生从来没有被谁这么爱过，只有你。你明明知道你是她的全世界，你就是欺负她，欺负她了吧？欺负了。就是大家都不是傻的，你知道吗？只有这个姑娘傻。一个女生她这么楚楚可怜的，就是她也跟你这么多年，来来回回，青春都是你吧。你现在可能说出于责任或者出于道理说我要跟她结婚，但是你现在真的不爱她。她见过你爱她的样子，现在就是不爱，我看来也是不爱。所以我建议你好好想清楚，你到底为什么要跟他结婚，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如果真的只是因为这些年跟他在一起，你要对他的青春负责任，那么你还有别的方式，但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下半生去偿还。女生，我觉得你现在虽然给我的感觉有一点点被爱情蒙蔽了双眼，但是我觉得你的脑子还是清楚的。其实有很多事情你是能看得清的，但你是不太愿意去相信。你可能唯一一点的问题就是你的性格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没有安全感，就会导致你有一点点的作。但是可能这个作呢，在你们感情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男生这边觉得你可爱，愿意包容你。那现在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变了，只能就说明一个问题，他可能没有原来那么爱你了。不管他是爱别人也好，还是更爱自己了也好，总之他就是变了。所以现在呢，其实我特别想建议你让自己忙起来。我为什么要建议你自己忙起来呢？因为其实我是想劝你和这位男生分开啊。但是我知道现在可能劝你分开你会非常非常难受，因为有个东西叫戒断反应。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让自己忙碌起来呢，可能这个情绪就不会这么去吞噬你。因为我希望你跟他分开这1个月、2个月、3个月，你给你自己一点时间，也给这位男生一点时间，你考虑考虑你们之后的路到底应该怎么办，还适不适合再继续在一起了。男生这边其实我是对你有一点生气的，因为第一，我觉得你有点在道德绑架这个女孩子，你张口闭口的就是说努力工作是为了这10万块钱，为了给她更好的生活。其实挣钱不是给你自己更好的生活吗？
现在其实我看你俩的沟通呢，我觉得你已经不爱这个女孩，但这是我觉得。如果你想反驳，如果你觉得你真的爱这个女孩的话，好，如果她选择跟你分开了，你再追她一次，你再轰轰烈烈把她追回来。姑娘，我跟你说啊，就算你现在嫁他了，你家让成20万彩礼，或者他家拿出来30万的彩礼了，我已经能看到你们婚后的生活，你会一堆一堆的眼泪。他一会儿同事生病了挂水他得赔，他一会儿什么哪儿来了个以前的老同学，他得去请人家吃饭，而且大言不惭说我什么都没干，然后把自己的小娇妻晾在家里流泪到天明。这就是你未来的婚姻生活。我没有吓唬你，你们俩现在还没有到结婚的地步，才20出头的年纪，他就敢这么嚣张的说我就是陪他的，怎么了？同事啊。他这个时候就好意思站在这儿这么说话，以后你且有苦要吃。我们都说女孩子要独立，要有自己的生活，精神上、物质上、情感上都要保持独立。你也知道，但你和他相处你改不了。我们如果说和一个人形成了紧密的链接，彼此依赖，我觉得也是好事儿。你愿意给他送一份他爱吃的猪蹄，他特别开心的收下，忙里偷闲叼一口，给你发个小视频说宝贝儿，你这太好吃了，然后他又去忙，那你们可以互相依赖。但他不是这样啊，他忽略你啊，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你错付给他，毕竟你们一起成长，也有过很多美好的回忆。但至少今天你的付出在他那儿得不到应该有的回馈，所以一劝你要独立，二即便以后我们找一个人相互支撑、相互依赖，也不是这种类型的。你得找一个懂你的内心的对爱的渴望，懂你需要和一个人真的是并肩携手、同心同德朝前的这份情感的人。他不懂，他也不需要，你就会错付，懂吗，姑娘？男生，我跟你讲啊，你不珍惜这个姑娘也不重要，20出头年纪，以后还有大把的人生。但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一点儿不坦诚，然后还特别自以为是的状态，你也找不到一个姑娘愿意陪你的。你去试问天下所有的小姑娘，谁能受得了自己男朋友整宿守着前女友打点滴？你还大言不惭说那就是同事，给人家女孩一个交代。是在一起，拿出在一起的真心；是不爱了，咱就坦诚的放弃。哎呀，你们这个事啊，表面上是钱，实际上是一种态度。从男方的这个父母来看的话，他说是为了出于你的好，你包括男方也一直坚持，我让你检查身体是为了你的健康，甚至为了将来的生孩子备孕。但实际上你发现没有，这里面也有一些不认可和挑剔。从你母亲来讲，其实我认为彩礼啊差10万块钱不是事，主要是你母亲呢拿着10万块钱给男方一个态度，也是对他不认可。所以我说啊，你这个表面是钱，实际上是一种态度，而且这是一种拒绝的态度。双方家庭都在拒绝你们各自，你们将来的婚姻啊，包括现在，不是简单的你们俩之间的事，也得考虑到家庭的接受度和接纳度、认可度。哎呀，我们拿民法典婚姻家庭边衡量衡量你们到底适合不适合吧。3个互相：第一，互相忠实；第二，互相尊重；第三，互相关爱。先说忠实吧，男方虽然说我不喜欢前女友，但实际上，包括一些，比如说陪她看病呀、看电影呀、共同吃早餐呀，包括这个微信删了又加回来，包括频繁的接触。尤其是在凌晨的接触，男方做出这样的一系列事情，我不可理解，甚至我把他认为就是不忠实。第二点，尊重。除了猪蹄事件之外，包括你给他说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洗衣机的事件呀，他实际上话就没听进去。但男方说他怪你声音小，所以说你们种种这些事情，我认为是不尊重。第三点，关爱更谈不上了。如果他把对那前女友的关爱用到你的身上，你们今天就来不到这里了。忠实、尊重、关爱，反正我现在是没看到。感情的变淡，它是无法掩饰的。男生的
这样的妈妈，女孩子的阴影也是一辈子。哎，老师们都给出了建议啊。至于你们小情侣未来何去何从，你们自己做选择。总之，现在不是最好的立刻要结婚的时节，好不好？我们也请两组嘉宾回到转门后边，看看你们的最终选择。来，有请两组。第一组夫妻啊，他们会出来吗？于老师？肯定出来，肯定出来哈。任律师啊，刚才两个人的表情已经100%能出来。肯定会出来。肯定出来哈。来看看他们的选择，请开门。哎呦，没嘛。哎，出来了，出来了，吓我一跳！吓死我了！哇呀，拉着手出来了，手都拉上了。哇，你们两个人真吓我们一跳啊！老婆以前这个脑子有点混，现在就通过老师这个讲解，我心里现在清楚了。以后反正是都听你的话吧。再给你一次机会吧，看你的表现。不是，抱一下吧啊，抱一下。谁想买？不好意思。不哭。这终于哄媳妇儿了，不哭哈。对，但这个眼泪也是一种释放哈。这是个好媳妇。祝福你们啊！谢谢祝福你们，尤其是对婆婆嗓门轻一点。好的，老师，谢谢。保重身体啊！保重身体，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再见。哎。两个人有爱吧，咱们就有方法能调整。那这对小情侣他们之间爱还有多少呢？老师们觉得他俩会出来吗？我觉得会出来。我觉得因为他们俩现在其实都不知道说其实现实有多残酷，两个人还是以为自己还跟当初一样爱对方的。我觉得应该出来。对女孩啊，我感觉她不想放弃。看看他们的选择吧。来，请开门。好。哎呦，没了。走了。我觉得挺好，挺好，真的挺好的。我觉得至少现在不是要结婚的时候，是看似是10万彩礼带来的情感危机，实则是这么多年的相爱其实已经出了分歧。希望他们都能冷静下来吧，想想自己需要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啊！也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能找到适合自己另一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和丈夫假离婚，自己净身出户，现在丈夫不想复婚，还要和别人结婚。我现在还能要回离异前的夫妻共同财产吗？从法律上来讲，根本没有假离婚之说，因为不管你是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还是通过法院判决离婚，自婚姻关系解除之日起就发生了离婚的效力。另外，如果妻子在之前的离婚过程中分割财产时受到了欺诈胁迫，那么妻子可以在离婚后1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重新分割夫妻的共同财产。好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